第24章，珊瑚王国。第二天，我醒来时头脑异常清醒，惊讶地发现自己仍在我的房间里。我的同伴们想必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送回了各自的房间。他们和我一样，对那一夜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要解开这个谜团，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机缘了。我考虑离开房间。我是自由了，还是仍被囚禁着？我完全自由了。我打开门，走过内部通道，爬上中央楼梯。前一天晚上关闭的舱口现在都敞开着。我到了平台上，内德兰德和孔塞伊正在那里等我。我问他们，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沉睡了一夜，没有留下任何记忆。醒来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回到了各自的房间。至于鹦鹉螺号，它看起来和平常一样安静而神秘。它以适中的速度在海面上漂浮，船上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内德兰德用他锐利的目光审视着大海，海面上一无所有。加拿大人在地平线上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既没有船只，也没有陆地。一股强劲的西风吹来，被风掀起的长浪使船体明显地摇晃起来。补充完空气后，鹦鹉螺号保持在水下约15米的平均深度，以便能迅速返回水面。与往常不同，1月19日这一天，这种操作进行了好几次。随后，大副会登上平台，那句熟悉的话便在船内回响。尼摩船长没有出现。船员中，我只看到了那个面无表情的仆人，他像往常一样准确而沉默地为我服务。大约2点钟，我正在客厅整理笔记，船长推开了门，我向他问好，他几乎难以察觉地默默地点了点头作为回应。我回到我的工作，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前一天晚上事件的解释，但他什么也没说。我看着他，睡眠并没有让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得到缓解，他的脸上带着深深的忧伤，一种真实的悲痛。他来回踱步，时而坐下，时而起身，随手拿起一本书又立刻放下，查看他的仪器，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做记录，似乎一刻也静不下来。最后，他走到我面前说：“阿隆纳斯先生，您是医生吗？”我完全没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只是看着他，没有说话。您是医生吗？他又问了一遍。您的同行中有好几位都学过医，比如格拉蒂奥莱、莫坎、唐东等人。确实如此，我说，我是医生，曾在医院做过实习医生。在进入博物馆工作之前，我行医了好几年。很好。我的回答显然让船长满意，但是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便等着他提出更多问题，并保留根据情况作答的权利。您愿意为我的一个船员看看病吗？您有船员生病了吗？是的。我随时准备跟您去。跟我来。我承认，我的心砰砰直跳。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船员的病与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有所关联，这个谜团至少和病人本身一样，让我忧心忡忡。尼摩船长带我来到鹦鹉螺号的船尾，领我进入一个紧邻船员舱的房间。在那里，一张床上躺着一个约莫40岁的男人，体格强健，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模样。我俯身查看，发现他不仅仅是生病，而是受了伤。他的头部用浸血的布巾包裹着，枕在双层枕头上。我解开绷带，伤者用他那双大眼睛凝视着我，任我摆布，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伤势非常严重。他的头骨被一件钝器击中，大脑裸露在外，脑组织受到了严重损伤，
弥散的组织中形成了紫红色的血块，这既有脑挫伤，也有脑震荡。病人呼吸缓慢，脸部肌肉不时地抽搐，脑部炎症十分严重，导致了感觉和运动神经的麻痹。我给他摸了摸脉搏，很不规律，他的四肢开始变冷，我知道他快不行了，我似乎也无力回天。给这个不幸的人包扎好伤口后，我转向尼摩船长。这伤是怎么造成的？这不重要，船长含糊地回答。鹦鹉螺号发生了一次撞击，机器的一根杠杆断裂，打中了他。不过，告诉我，他怎么样了？见我犹豫不决，船长说：“您可以坦率地说，这个人听不懂法语。”我再次看了看伤员，回答说：“这个人几个小时内就会死去。”真的无计可施了吗？没有。我看见船长的双手紧握成拳，几滴泪珠从他眼中滚落。我本以为他的眼睛是不会流泪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继续观察着这个垂死的人，生命正一点一点地从他身上流逝。在灯光的照耀下，他临终的病榻显得他愈发苍白。我注视着他那张充满智慧的脸，上面布满了过早出现的皱纹，那是很久以前不幸，也许是贫困在他脸上刻下的痕迹。我试图从他嘴唇间吐出的最后几个字里捕捉生命的秘密。您可以回去了，阿隆纳斯先生，尼摩船长说。我把船长独自留在垂死者的船舱里，回到自己的房间。刚才那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整天，不祥的念头都在困扰着我。晚上我睡得很不好，在断断续续的梦中，我仿佛听见远处的叹息声和一种类似葬礼咏唱的调子。那是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为死者祈祷吗？第二天早上，我登上甲板，尼摩船长已经先我一步到了。他一看见我就朝我走来。教授，今天您想来一次海底远足吗？和我的同伴们一起吗？是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听从您的吩咐，船长。那么，请去穿上潜水服吧。他一字未提那个垂死的人，或者说已经死去的人。我去找内德兰德和孔塞伊，把尼摩船长的提议告诉了他们。孔塞伊立刻同意了。这一次，加拿大人也非常乐意跟我们一起去。当时是早上8点。8点半，我们已经为这次新的远足穿戴整齐，配备了2套照明和呼吸装置。双层门打开了，在尼摩船长的陪同下，后面跟着12名船员，我们踏上了10米深处鹦鹉螺号停靠着的坚实海底。一道缓坡通向一处崎岖的海底，大约在15英寻深的地方。这里的海底与我第一次在太平洋水下探险时所见的截然不同。这里没有细沙，没有水下草原，也没有远洋植物构成的森林。我立刻认出了尼摩船长那天要带我们参观的奇妙区域，那是珊瑚的王国。在执行动物门珊瑚虫纲中，有所谓的柳珊瑚目，其中包括3个类群：柳珊瑚类、竹节柳珊瑚类和珊瑚类。珊瑚就属于最后一类，它是一种奇特的物质，曾先后被归入矿物界、植物界和动物界。对古人来说是药物，对现代人来说是珠宝。直到1694年，马赛的白索奈尔才最终将其划归动物界。珊瑚是由许多微小动物聚集而成的，它们共同栖息在一个脆弱而坚硬的珊瑚石上。这些珊瑚虫由一个共同的母体通过出芽生殖产生，它们各自拥有独立的生命，同时也参与共同的生活。这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社群主义。我了解过关于这种奇特执行动物的最新研究，它们通过
乔木画的方式矿化，正如博物学家们精辟观察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比参观大自然在海底种植的这些石化森林更让我感兴趣的了。我们启动了卢姆科夫照明装置，沿着一个正在形成的珊瑚礁前行。假以时日，这个珊瑚礁中有一天会封闭这片印度洋。道路两旁是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上面覆盖着布满白色条纹的星状小花。但是与陆地植物不同，这些树枝状的珊瑚附着在海底的岩石上，从上向下生长。光线在这些色彩鲜艳的枝条间产生了千变万化的绚丽效果。我觉得那些磨制的圆柱形管子在水波的荡漾下微微颤动。我很想去采摘它们那清新芬芳的花冠，上面点缀着精致的触手，有些刚刚绽放，有些则含苞待放，而姿态优美的鱼儿像鸟群般从它们身边掠过。但是，只要我的手一靠近这些活生生的花朵，这些极其敏感的生物，整个群体就会警觉起来。白色的小花冠会缩进它们红色的外壳里，花朵在我眼前消失，灌木丛变成了一块块石头般的凸起。机缘巧合，我来到了这种执行动物最珍贵的标本面前。这里的珊瑚与地中海、法国、意大利和北非沿岸捕捞的珊瑚一样珍贵，它们鲜艳的色泽印证了商人们赋予其最精美产品的诗意名称——雪之花和雪之墨。珊瑚每公斤售价高达500法郎，而在这里，这片水域蕴藏着足以让所有珊瑚采集者发财的财富。这种珍贵的物质常常与其他珊瑚虫混合在一起，形成紧密而错综复杂的群体，即所谓的马乔塔。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些极为精美的粉红色珊瑚。但很快，灌木丛变得更加茂密，树枝状的珊瑚也越长越大，在我们面前展现出真正的石化小树林和具有奇幻结构的悠长走廊。尼摩船长走进一条幽暗的通道，坡度平缓，将我们带到了100米深处。我们的灯光照在这些天然走廊粗糙不平的表面，以及像水晶吊灯般排列的贝壳上，有时会产生神奇的效果，激发出点点火星。在珊瑚灌木丛中，我看到了其他同样奇特的珊瑚虫，海鸡冠珊瑚、枝条分明的竹节柳珊瑚，还有一些珊瑚藻丛，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它们是真正的藻类，因富含钙盐而变得坚硬。经过博物学家的长期争论，最终被划归植物界。但是，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说，也许生命正是在这里，在朦胧中摆脱了它那顽石般的沉睡，却尚未完全脱离那个粗陋的起点。经过2个小时的跋涉，我们到达了300米深处，也就是珊瑚开始形成的极限深度。但这里不再是孤立的灌木丛，也不是低矮的灌木林，这里是广阔无垠的森林，是巨大的矿物植被，是庞大的石化树木，它们之间由优雅的羽状海鳃，那些色彩斑斓、光影变幻的海中藤蔓连接起来。我们轻松地从它们高耸的枝干下穿过，这些枝干消失在幽暗的水中。而在我们脚下，管孔珊瑚、脑纹珊瑚、星珊瑚、菌珊瑚和石竹珊瑚构成了一片鲜花地毯，上面点缀着耀眼的宝石。这是何等难以形容的奇观啊！我们却无法交流彼此的感受。为什么我们被禁锢在这金属和玻璃的面罩之下？为什么我们被禁止互相交谈？啊！要是至少能过上那些在液态元素中栖息的鱼儿的生活，或者更好的是，能像那些两栖动物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在陆地和水域这2个领域中畅游数小时，那该多好！尼摩船长停了下来，我和我的同伴们也停住了脚步。我转过身，看到他的船员们在他周围排成一个半圆形。这时我注意到，他们4个人肩上扛着一个长方形的物体。
我们此刻正置身于一片宽阔空地的中央，四周所有环绕着海底森林高大的树木。我们的提灯在这片空间投下一种朦胧的微光，将地上的影子拉得极长。在空地的边缘，黑暗变得深沉，只有珊瑚鲜活的顶端反射出微弱的光点。内德兰德和孔塞义在我身边注视着这一切，我预感到将要目睹一幕奇特的景象。我观察着地面，发现有些地方微微隆起，上面覆盖着钙质沉积物，排列得十分规整，这明显是人为造成的。在空地的中央，一个由粗糙堆积的岩石构成的底座上，竖立着一个珊瑚十字架，它那长长的臂膀仿佛是凝固的鲜血。尼摩船长示意他的一个船员走了出来，在离十字架几步远的地方，开始用系在腰带上的铲子挖一个坑。这时我全明白了，这片空地是一个墓地，这个坑是一个坟墓，而那个长方形的物体就是前一天晚上死去的那个人的遗体。尼摩船长和他的船员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把他们的同伴安葬在这个共同的安息之所，在这深不可测的海洋底部。不，我的精神从未如此激动，从未有过如此震撼的想法涌入我的脑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坟墓越挖越深，鱼儿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我听到铁镐在钙质地面上发出的声响，它击中海底散落的碎石时会闪出火花。坑越挖越长，越挖越宽，很快就足以容纳那具遗体了。抬棺人走近了，遗体裹着白色的足丝链布，被放入潮湿的坟墓中。尼摩船长双臂交叉在胸前，其他所有人都跪下来祈祷。我和我的两个同伴也恭敬地鞠躬致意。坟墓被从地上掘出的泥土覆盖起来，形成了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土丘。做完这些之后，船长和他的船员们站起身来，他们再次走进坟墓，跪下来，伸出手，作为最后的告别。然后，送葬的队伍踏上了返回鹦鹉螺号的路，再次穿过森林的拱门，走过灌木丛，沿着珊瑚丛生的路径，不断向上攀升。终于，船上的灯光出现了，它那明亮的光束指引我们回到了鹦鹉螺号。1点钟，我们返回了船上。换好衣服后，我登上平台，万千思绪在脑海中翻腾。我走到探照灯附近坐了下来。尼摩船长也走了过来，我站起身对他说：“那么，正如我所预料的，那个人是在夜里去世的，对吗？”“是的，阿隆纳斯先生。现在他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安息在那片珊瑚墓地里了。”“是的，被所有人遗忘，但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挖了坟墓，珊瑚虫会负责将它永远封存。”船长猛地用颤抖的双手捂住脸，徒劳地想抑制住一声抽泣，然后他补充道：“那是我们宁静的墓地，在海面下几百英尺的地方。至少您的逝者在那里安睡得很平静，远离鲨鱼的侵扰。”“是的，先生。”尼摩船长严肃地回答，“远离鲨鱼，也远离人类。”第一部完。